致苏醒的希纳迪亚，如你所见，这是一封货真价实的绑架信。我绑架了小李耶拉，现在他的精神尚可，很有力气。刚刚才完成他在这里的第一次调查与折返跑，因为没能找到出口，还气得跳起来拍了我的脸。补充，他原本想打头，但够不着。我做了不少努力，尝试让他安静下来。作为他的正式监护人，我希望你能将5箱金色果冻作为精神赔偿费与赎金一并给我。5箱是不是太少了？纳赫拉，你这个讨人厌的坏龙，不要太过分了。你知道希纳迪亚有多辛苦，她需要好好休息。而你竟然趁我休息的时候掳走了为她代班的我。你知道自己犯了绑架勒索罪吗？你会被送进思过所反省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是多久？如果不及你我相处的时间，只怕一眨眼就过去了。纳赫拉，这一次请把你的绑架信好好念完，不要说一句就走神，也不准用10句谜语岔开话题。你不是利托斯特。总之，借着那只带领我们避过地风最大祸患的匣子，我看到了地风被客人们毁灭的未来。你知道，匣子绝无出错的可能，因此为了杜绝天有2日的灾难绝景，在日升月落的第3个黎明，我将于蜀影区打开连接龙的巢穴的门扉，以神明的伟大伙伴之一星龙纳赫拉之名，请地风最令人喜欢的客人赴会。我将以我的命理验明诸位的本貌。特别说明，如果寻梦者没有来到我的面前，或是希纳迪亚来到了我的面前，惩罚将会升级。星龙不仅会诅咒小李耶拉，也会诅咒地风每一个人。喜欢的亮闪闪价格翻倍，想吃的果冻掉在地上，看过的书立刻忘记，复习的内容永远不考，每次黎明游戏都首轮出局。你一直在照顾希纳迪亚，连家门都没有出过，又怎么可能在游云的匣子里看见什么未来？再说，你知道怎么用吗？纳赫拉，我不想跟你绕弯子，你必须立刻让我离开这里，也不准对寻梦者他们动什么歪脑筋。一说到离开就沉默，我不管你了。还不理我？那我也不理你。什么东西？小李耶拉，你或许忘记了自己当下的处境。绑架了你的人是我，能决定你去留的人也是我。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你们特意从系统里回来，是希望天才的阿杰塔博士帮你们研发不让果冻掉在地上的机器，还是让万能程序员阿杰塔编写黎明游戏必备的智能语音小助手？都不是。莫非是真的需要干涉亮闪闪的物价吗？这个需求听起来比较复杂，但是洛星最优秀的乙方阿杰塔博士可以为你们准备至少3种方案。我们没时间像维塔那样和你拌嘴了，阿杰塔。不过那个语音小助手
之后可以再考虑一下。克拉丽，总之，这是一起货真价实的绑架案。鉴于小蕾耶拉真的已经不知所踪，所以无论这封绑架小蕾耶拉宣言的行文风格有多么不严肃，我们都需要认真对待。若你们需要，我可以从零开始学习犯罪心理学。阿杰塔，我们只需要你把知道但不说的信息都告诉我们，尤其是和这起绑架案相关的信息。遗憾的是，阿杰塔博士能说，但他不知道，在洛星真正的历史上，末日倒计时的确如游云所计算的那样准时归零，所以由纳赫拉引发的小蕾耶拉绑架事件，我未曾耳闻。倒计时归零的瞬间，一条庞大的裂隙被撕扯开，在极短的时间内吞噬了地峰，毫无悬念。更甚者，由于扩张的速度过快，一座城市、无数市民也不足以满足裂隙的胃口。数据之海的侵蚀引起了连锁反应，受灾面积不断加大，逐渐要从地峰扩展向整个洛星，直到最初的落位，它因人而坠落。难道这就是火星现在只有2颗卫星的原因？在某人的操纵下，这颗落位脱离了自己的轨道，向着满目疮痍的地峰奔赴而去，只为了给他提供自己独有的矿物材料。你们管这种矿物材料叫做星辰，对吧？如果能搞来一份，我或许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可惜我眼下更关心你口中的某人，虽然我猜你一定会说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总之，这颗卫星没有直接撞击地面，操纵它的人巧妙地利用了大气层的摩擦，用一种类似打水漂的技巧，将看上去凶险万分的坠落化作了填补大地创伤的治疗。精卫填海吗？没想到，这种神话故事居然真的在火星上发生了。那灾后的人类怎么样了？以一场针对自己的送葬为代价，希纳迪亚为整个星球争取到了时间。自他融入脚下的大地后，洛星文明迎来了真正的发展窗口期。那些被他所依赖、托付的人类，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在大地上开枝散叶。而诸如凤凰洲文明这样的原生文明，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现。不过所谓的分散，也有大部队和小分队之说。你们所熟悉的纳赫拉还有利托斯特，那时就和大部分地方幸存者组成的拓荒队伍在一起，建造新的居所。至于其他熟人，游云还有瑟拉佩姆，在海啸之后都不知所踪。蕾耶拉呢？他不会在那之后就主动揽下了第2代神明的职责，把希娜希望他能实现的愿望抛在脑后了吧？他的行动或许正是他对希纳迪亚愿望的应允。在地峰陷落之后，蕾耶拉以考察为名，独自一人踏上了旅程。虽然他最终回到了洛星人的身边，但他具体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始终没有明确的记载。我猜想，那段旅程对他而言一定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所以他给他上了把锁。到头来这边也毫无破绽啊。蕾耶拉已经向我们展示过那么多疯狂的面貌，但同时也保留了自己在地方时期的黑历史。他到底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过去？唉，聊了半天又回到原点了。不管是纳赫拉还是蕾耶拉，历史上他们的行动都和现在发生的绑架案毫无关系吗？让阿杰塔博士额外附赠你们一点经验之谈吧。回溯推演，不单是为了接近历史上的轨迹，至少在大多数时候，你们给历史带来的变量远比历史本身的影响大得多。所以遇到瓶颈的时候，比起查阅历史，你们大可以多多关注当下的需求。真是谢谢你的经验之谈。下次这种我帮不上忙宣言，能放在长篇大论之前吗？没关系，克拉丽，多收集一些情报也是好事。对了，阿杰塔，关于那根羽毛的解析，
你现在进展如何？为了找到挚友的下落，这段时间里，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足足延长了3%。据内部人士反馈，你上1个小时班就会摸鱼3个小时，只要凑满8小时就会立刻下班。如果延长3%的工作时间，我为什么要认真计算这种事？我目前能得到的结论是，那根羽毛是维塔留下的某种全能的后门，它就像是一串钥匙，或者说一串密码，能够在特定情况下激发某种和它息息相关的力量。但那力量是什么，尚不明确。为了更快解明这一点，我愿意进一步延长1%的工作时间，也算是告慰友人了。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挚友在被我气走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阿杰塔，请你闭嘴。”我亲爱的挚友啊，如果说个不停就能让你为了阻止我而回来，那我愿意做出这种程度的牺牲。牺牲？谁又要牺牲了？这里没有人要牺牲。抱歉，希尔前辈，布罗尼亚老师，因为事发突然，我们在执行游云的闪击计划时，没有征求前辈们的意见就直接行动了。都怪末日来得太快，不过时常卷入世界级别的动荡，也是大魔王不可违逆的宿命。所以您看，这一次我们在行动前加入了情报搜集环节，否则在希娜向我们展示那封绑架信的下一瞬，我们就该杀向纳赫拉的老巢了。果然见到你的第一反应就是道歉，希尔，你真不该信什么年轻人整治职场的谣言。这种反应至少说明克拉丽和赫利亚确实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都被天明最受欢迎的医疗队长那样指指点点了，还有谁敢不放在心上？那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是从凌晨3点睡到早上11点也算熬夜，还是如果猝死，希尔绝对不会帮我进攻天命论坛发帖记录。可是不能以害怕过期为由帮提安娜消灭她囤积的泡面，我也有印象。要放在心上的话太多了，时有遗漏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我说的是晚安，而你没有回我，却在食堂外送群说了一句夜宵就应该当早餐吃，反对的人会度过相对健康但非常无趣的一生。群名袋里没有希尔，希尔怎么会？牙医，你这个可恶的潜水党！算了，这种一说就说不完的事，之后再说。克拉丽、赫利亚，我和布罗尼亚只是想赶在你们返回系统前传达我们的鼓励。我不赞成的只是轻视自身生命的冒险，而非冒险本身。这一次你们就做得很好，既没有畏手畏脚，也没有勉强自己，对事件危险程度的判断十分精确。说完鼓励，就不得不再说点尽管老生常谈，但还是要反复强调的话了。虽然地锋是最初的善区，但大家实际上还是应该怀抱这是最后的战争的态度，谨慎地展开行动。哪怕你们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也不可大意。毕竟维塔都下落不明了，可见寻梦者系统依然危机四伏。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维塔的实力，我比大多数人有更深刻的了解。放心吧，我们没有维塔的实力，也没有即便战力排名显然低别人一截也要嚣张行事的胆量。我到现在都没搞懂他为什么要在蕾耶拉的主场挑衅蕾耶拉。不过确实很爽。总之，安全第一。天命的大家都很关心你们，希望你们在之后的行动里都能保持现在的状态。我明白，前辈，我一定会看住克拉丽。说起来，大家现在……你们或许从其他人的口中听说过年糕的事。那个小家伙曾经出现在了月球基地的某处，只可惜，等牙医赶到时，他已经不见了。考虑到年糕出现的时间点刚好卡在维塔擅自行动前，
很难说二者之间没有关系。也许维塔从年糕那里截获了某种情报，这才促使他采取后面那些大胆的、完全不符合他个人风格的行动。雅伊这些天一直在尝试单独唤醒年糕。不管怎么说，比起叫醒笨蛋提安娜，这件事的成功率总归还是高些。希尔前辈，我很好奇一件事，那个丽塔老师最近有对我们此前的行动留下过什么特别的评价吗？有哦，那是一条非常认真的评价。认真的评价？那就和克拉丽抖出我模仿过丽塔老师造型的事没什么关系了吧？啊，总算能睡个好觉了。丽塔是这么说的，小赫利亚以为我不知道她模仿我造型的样子，一定很可爱吧？震惊害羞的同时还有点窃喜，呵呵，这下更可爱了。还是老样子，既要操心天命，也要操心你们。不过最近又多了一件操心的事。操心阿杰塔博士有没有认真操心他的挚友？所以你增加的那3%的工时，不是为了挚友，而是因为被主教大人催急了？不至于，挚友至少也能顶1/16。这样一算，比起挚友，我似乎更在意德丽莎主教，而德丽莎主教催我，是因为她更在意维塔。至于挚友，他当然最在意我。多么妙不可言的稳固结构啊！他说收到，好简短。至少不是1。这些信息现阶段能提供的帮助都有限，人家回不了什么也正常。只希望他现在没有遇到什么新的麻烦就好，在我们回到系统之前。有希娜在，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吧？比起这个，我更好奇的是，在我们创造出的这一段独处时间里，他正在和希娜聊什么呢？经历了之前的过分坦诚，这位神明现在还能给予我们怎样的指引？希娜，才见面的时候我就想说了，这只耳坠很好看，很适合你。谢谢。不过它不是饰品，而是一件帮我化解了数次危机的宝物，和一件来不及交还原主的失物。来不及？也有不知该通过什么途径交还的原因，而且每次和那个人见面都会让我手足无措。相信我，就算5秒之后你们就要相顾无言，但在你递出耳坠的第1秒，与那个人收下耳坠的第2秒，你们都会很开心。也是，至少物归原主与失而复得的快乐是真的。怎么样？你现在的心情有没有稍微平复一点？总觉得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才对。希娜，你为什么不肯早点告诉我你的身体状况呢？如果你说了，我就可以将注意全数集中于我，再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要是你打算这么做，小心我向小游云告状，让他罚你再听5遍他的演讲。没有人能代替我承受数据之海的持续侵蚀，正如我也无法预言属于人类的海啸何时爆发。不论是谁，都有自己必须攻克且不能假手于人的难题。果然，此前不是没有发生过海啸，而是他们全都在被察觉前平息了，所以大家才会对神明不在的日子里发生的变化感知极弱。一旦有哪次激浪没过了神明的呼吸，譬如这次，能解救人类的便只剩人类自己。万幸，因为有你们的帮助，人类向自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并因此领先了神明一步，这是好事。
哪怕紧随其后的是一桩坏事，也不会削减好事本身的分量。如果我已经忘了你不久前的眼泪，坏事还不会那么糟糕。看来，你还是很在意时间所剩无几的事呢。我在意所有关于希纳迪亚的事，不仅是你讲述的过去，当然也包括你的未来。神明将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与他所爱的洛星作别。他不能来得太齐，以免让文明迅速毁灭在最应被呵护的时候。他也不能来得太慢，否则本该大步向前的文明便会因依赖而产生惰性。我希望他的到来是足够令人欣慰的，如此感伤也将自然而然地退居幕后。可惜在你面前，我好像连一滴眼泪都没藏住呢。希娜，在我沉睡的时间里，大家把地风照顾得很好，好到刚醒来时，我甚至不知道身为神明的自己还能为现在做些什么。于是你转而思考起了未来。倒不如说，早在我取得不完整的中烟全能时，这种思考就开始了。深空定锚，即是思考落于实处的第一步。它不仅是我赋予洛星最初的城市的象征，也是一种持续运作以消解侵蚀的造物。在我因不堪侵蚀负累倒下时，是他帮大家争取了反应的时间。末日倒计时同样预言了他在这场强度前所未有的海啸前能够坚持的极限。如果没有你们，这棵才和小磊爷拉一起栽下的树苗，如今也不会在这里了吧。我原以为，哪怕耗尽自己，只要是一片树林长得足够茂盛，它便会在某一天自然而然地向外辐射。但现在看来，这反而是自缚手脚，将文明萌发的可能堵在了一处。无论海是否有偏好向文明聚集处侵蚀的知性，将种子播撒大地，也能避免文明过于集中而被连根拔起的悲剧。现在，正是以我自身为处时，创造播撒毛的最佳时机。越是拖延，我能够带去未来的力量就越少。即便我们阻止了地风的海啸，希娜也一定会做出与真实历史中的她分毫不差的举动，因为她的未来早在过去就决定好了。说到这个，我有点好奇，未来的人们会怎么看待毛呢？能跟我说说吗？未来的人们将它称作末日之矛。主流观点认为，是末日之矛为世界抛的稳定性提供了重要支撑，但仍有不少人觉得，那是地狱里的大魔王用来监视人间的法宝，或是外星人留下的遗迹。没有人知道，这样的馈赠来自洛星最初的神明。是这样啊，时间还真是位严厉的朋友。不过大家说的也没错，留下他的人本来就是外星。我的老师说过，如果感到不安，可以给自己一个手心大的拥抱，就像这样。你有一个很好的老师。洛星是我的第二个家，地风人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我从不敢轻慢地以母亲的身份自居，毕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切实抚育自己长大的小家庭。可你不同，你是我唯一的私信。你也许不敢相信，但在我们第一次对上视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了。我相信。正因如此，我才不希望时间失去光芒，成为我们之间的负累。我希望它能够创造像同龄人一样和你相处的故事。
哪怕它从现在才开始，哪怕在你的手机里，它只拥有短短1张。所以，就这一次，请原谅我在初见时隐瞒了痛苦，又在末日再临时坦诚了悲伤吧。希娜，在我心里，这是值得说了不起，而非对不起的决定。你真的长大了呢，我的蕾耶拉。你的蕾耶拉？怎么了？有什么奇怪？我还是继续叫你寻梦者好了，这毕竟是你为自己起的名字。这样，等我们把小蕾耶拉带回来的时候，也不至于分不清一大一小啦。所以，希娜如何看待娜赫拉留下的宣言？娜娜绝不会对小蕾耶拉出手，她真正在意的是你们，更具体的说，是你。这也是我先联系大家的原因。按照希娜的说法，至今仍在滴答作响的末日倒计时，是在为我而流转吗？的确，寻梦之旅想要顺利推进，离不开寻梦者。只要我的生命终结，善区也会重新启动。对地风而言，这当然能算得上世界末日。通过战斗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可靠，是龙翼尊崇的命理之一。但出于对娜娜的了解，我不认为命理能够成为她在此刻考验你们的理由。娜娜生性懒散，照顾我已经耗费了她不少心力，而她居然不趁着胜利的余裕休息几年，反而像变了条龙似的，着急忙慌地带走小蕾耶拉，还非要和你们战斗，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居然连希娜都没办法摸清娜赫拉的心思。可别忘了那个孩子呀，说起心思，没有人能瞒得了他。没想到，地风大图书馆的首次对外开放，竟然是以这种形式实现的。当时情况危急，只能便衣行事了。可惜作为开馆式，确实少了点仪式感，也没能让你出席。缺了神能办好的仪式我见得多，缺了人的我可一次也没看过。我对图书馆现在的状态很满意，倾听疑问，感受迷茫，思考答案，他们的前提都是有人同在呀。不对，并不是图书馆变成了墓志铭，而是图书馆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它只是反映出了不同时代里的民众的心。或许在历史上的地风陷落之后，它还有过其他不一样的名字，不像地风大图书馆这样带着重建家园的展望，也没有墓志铭那么阴暗潮湿。它的下一个名字，取决于我们选择的道路。其实我原本还有点苦恼，该如何让大家从末日再临的慌乱中迅速平复，又不至于太过松懈。看来已经有人帮我把这项工作完成了。要说现在还有谁能稳定局势？游云老师，我们敬爱你啊！大家好啊！怎么走到哪里都这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虽说我本来就是活该受到万众瞩目的天才，但万众瞩目的强度也太高了，这不是在捧杀我吗？游云老师，我准备为你和回归的神明大人准备一篇专题采访，题目我都想好了，咱们就叫它“无神论者的弥撒”。不瞒你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哥们躲在房间偷偷得意了好久。确实很酷。哦，不对，现在哪里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啊！
哎，都怪我把末日倒计时再启动包装成神明归来倒计时，现在又要为了像博土这类以为万事大吉可以收工的人继续撒谎。考虑到我因为闪击计划成功执行积累了不少功德，现在稍微花掉一点儿，应该不至于透支。博土，既然你喊了我老师，那我可要指点指点你了。你认为期末考结束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把考前学习的所有知识全都丢到脑后，大玩特玩。大错特错！我们应该凭借还算热乎的备考状态，迅速投入寒暑假作业的海洋。等数据研究所手头上的最新数据都分析完了，再安安心心玩也不迟。我们已经坚持了21天，为更加确定的未来多等3天也差不了多少。游云老师说话就是一针见血啊！这种严谨的态度和神明大人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无关，反而是咱们地方人对自己负责的体现。没错，哪怕神明大人下一秒就出现在这里，我们也要也要坚持你们刚刚的想法，对吧？徐梦哲，神明大人从地风外赶回来的这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游云老师还真是敏锐。除了蕾耶拉和娜赫拉阿姨，全地风找不出第3个比我还喜欢神明大人的人。更何况，这种勉强自己的状态，我也硬扛了很久。只要一眼，就能发现同类。但现在，没有哪一位神或者哪一个人需要勉强自己了。因为他们可以相互依靠。你看，在希娜外出开拓新城市的这段时间里，游云老师更是已经成长为所有人的老师了。你说博土他们的称呼啊？那个不是师生关系的证明，只是他们圈子里对同好者的普遍叫法。不重要啊？怎么，你吃醋啦？老师受到大家的爱戴，我只会非常高兴。吃醋嘛，也有一点点，毕竟游云老师已经不是我的专属称呼了。你疑似有一点点油嘴滑舌了。游云老师总算没那么焦虑了。果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连续撒谎，难度还是太大了吗？徐梦哲，小游云。啊，大家好像都抒发完对神明回归的澎湃情感了。好耶，总算轮到我。是时候向神明大人汇报一下近况了。神明大人，好久不见。既然好久不见，能不能再对可超越、能质疑、应作别的神明大人说一次那个？不是说好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才这么好吗？原来我是外人啊！不是啦，希娜姐姐就算了，怎么连你也这样？辛苦了，小游云，多亏你的坚持，地风才能免于被海啸摧毁的命运。作为神明，我必须向你表达我最正式的感谢。我也没……不客气，我知道我确实做得很棒，非常值得爱夸。只是，如果没有因为疏忽让博土他们看到末日倒计时再启动，就更棒了。因为不想毁掉大家共度难关后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信心，这才说了谎吗？是的，不过将神明回归的可能完全排除，以地风人只能依靠自己为核心安排接下来的行动，是所有知道真相的研究员们的共识。当然，这选择也不一定凑效，至少我是算到现在也没算明白，数据之海明明在大家的努力下趋于稳定，匣子却还是给出了那样的答案的原因。甚至连希娜姐姐回来，倒计时都没有停止运转。但我无论如何都会算到最后一刻，哪怕死也要死个明明白白。很有学者风范的回答呢。不过小游云，经过刚刚的对谈，我发现地风的一般民众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坚强。在这件事上，我也有该抛却的刻板印象。什么意思啊？关于这件事，
不妨当成一个更适合自己亲自确认的小惊喜吧。总之，大家放心的把分析数据的工作交给了你，因为你是解决了上一次危机的可靠的天才。但大家也不会让你扛这一切，因为你还是一个孩子。即使神明缺席，地风人也不会被动的接受命运。倘若神明回归，地风人就更应该用全新的面貌迎接他。你的演讲早已深入人心，所以，我也为希娜姐姐和蕾耶拉分担了一点身上的重任，对吧？对吧？比一点多得多了。说是说，我自己已经被这段时间的工作强度压得有些喘不过气了。但上次和蕾耶拉见面的时候，我没有在她身上感受到一丝慌乱，真了不起啊！说不定他只是比游云老师更擅长掩饰，和掩饰无关了。请问，以超越、质疑、作别为核心，对地风未来的发展进行了一番大胆畅想的文章，是你写的吗？这不是天天跟在神明身边，被地风人认为是最有可能继承神明职责，成为第二代神明的蕾耶拉。人家只是一般路过的初中生，听不懂这些带框框的专有名词啦。难道神明大人在看过这篇文章之后，觉得我不配研究匣子，所以派了他最中意的神秘眼镜女孩上门回收吗？我这就封闭。从刚才到现在，似乎有成群结队的念头在你的脑袋里跑来跑去。这什么人呐？还会透视？啊，又跑出来了。我真的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真的不是，真的。那是我又找错了吗？无论如何，如果你认识作者，麻烦你向他转告我对他的佩服，还有，我很想和他成为朋友的愿望。你不应该在看完这篇文章后，一边喊着希娜迪亚是不可超越的、不能质疑的、不应做别的，一边带着你的人马暗杀我。我为什么要暗杀？所以你就是白鹿游云？嘘，小点声！就算你不暗杀，也不能保证其他人不这么想。不管别人怎么想，我绝不会让那种事发生。小小一只，话说的那么苦，是要怎样啊？你究竟为什么想和我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如果你没什么说服性强的理由，为了我的人身安全着想，我会冷酷拒绝哦。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的确存在分歧，比如你认为人类可以超越神明，但我觉得这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因为哪怕达不到神明的高度，对人类发展来说也已经是绰绰有余了。我更愿意把我心里的终极目标称作自力更生。至于质疑，希娜迪亚从不会犯错，她给出的就是最标准的正确答案。但如果时间充裕，大家也应该多多抒发自己的想法。不过在作别上，我们的愿望反倒很相似。只要大家的问题不再是什麻烦希娜迪亚，她就可以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而她曾经给予大家的帮助，也将使她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大家的爱戴和敬仰。这才是我最想为她做到的。总之，你认为神明无所不能，而我认为人也可以靠自己解决问题，两者并不冲突，因为神和人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是的，
这不是需要争论对错的差异，更何况我们有同样的目标呀。哎，顺带一问，你觉得让希纳迪亚住进一座能彰显她高贵身份，能够得到所有人瞻仰的神之居所怎么样？那不是很棒？神明大人兢兢业业工作了这么多年，退休时住个气派房子怎么了？谁敢反对，我第一个反对。我要在这里宣布，游云就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一辈子？啊，不行吗？游云，怎么一下就失落成这样？这位大人都看过来了，得赶紧回应才行，否则他5秒后绝对要掉小珍珠。那就看你的表现喽，雷耶拉。雷耶拉不如我了解数据之海，我也不如他精于建筑设计，但我们就是能安静的陪伴彼此，为了各自的目标努力。不过他感兴趣的东西比我还多，有时也会戳戳我，问我奇奇怪怪的问题。不瞒你说，游云老师可是雷耶拉为了哄我最先喊的哦。居然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师最初和最后的学生是一个人。他呀，是我见过最容易进入心流状态的人，所以一旦暂代神明管理地风成为他所锚定的目标，有可能阻挠目标运作的事物就会被他统统抛在身后。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大大的魄力，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吧。犹豫、慌乱这样的负面情绪自不必说，恐怕连祈祷希娜姐姐早日归来的愿望都无暇惦记。虽然情况不容乐观，但希娜姐姐回来之后，她至少不会把自己绷得太紧。小游云，我现在有一个不得不告诉你的坏消息。岂有此理！那条臭龙到底在想什么？现在是跟大家开玩笑的时候吗？倒计时还没解决，又来这一出。别担心，他不会伤害雷耶拉，雷耶拉现在还是安全的。就算这样，也不能这样啊！他怎么能这样？他怎么能？和海啸不同，这不是普通市民能够轻易摄入的问题。我目前掌握的信息量也不多。如果匣子预言的末日概率能够在与纳赫拉交涉后归零，自是最好。如果仍未停滞，也要保持冷静，避免恐慌情绪继续滋生。小游云，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利用你现在的影响力，继续当好代理神明的代理发言人，在我们带着小蕾耶拉回来之前，稳住局势。希娜姐姐都这样说了，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做最好。我会和所长还有其他人一起商量应对突发情况。不过，你们的人手够吗？需不需要再找点援军？暂时不用，我马上就要为招募一位特殊援军干一件小小的坏事了，至少尽量为受害者保留隐私吧。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准备好了就来。寻梦者，我需要做些事情让自己没空想蕾耶拉的事，不然我一定会担心个不停。我们和大家聊聊吧。游云老师，我还有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神明大人回来之后，神明大人的归来倒计时还是在走呢？那是因为我本打算在神明大人回来的时候，为他献上数据之海研究所关于海啸事件的研究报告总结。虽然神明大人提前回来了，但 DDL 没道理提前吧？所以倒计时还得继续开着，各位也不能松懈，继续帮研究所整理我们没有未来的数据吧。哦，对了，就任命你为这项计划的宣传负责人，和博土一起宣传我们的死或毒计划。这还真是和我们没有未来差不多的命名方式。哈，我坚信，不谜语的名字就是最好的名字。哟，是你呀！当时多谢你点醒我这个老头子了，小游云老师。
他们说着玩的，您就别当真啦。唉，人老了，手生了，就该让道。身为主编，在这么大的事上犯糊涂，真是没脸回见乡亲们呐。思想转变并非易事，您不必如此自责。你且放心，我只是感慨感慨。雷耶拉也好，你也好，见识了年轻一代的手腕，我才能如此放心的退休。是你们让我相信，那些和神明大人一起建设地风的乡亲们，从来就没离开过这片土地呀。林氏，你怎么会在这里？哎，又见面了，我亲爱的朋友。因为特殊时期人手不足，小磊耶拉大人特许我们这样的犯人在执法人员的陪同下暂时返回工作岗位，我非常佩服他的判断力。真的？你不是渴望神明采取雷霆手段吗？怎么又认可起怀柔政策了？可让我返回工作岗位根本不是一种怀柔。如你所见，我们正在24小时维护图书馆作为避难所的宜居度，也就是无限的加班。和思过所里的生活相比，这不至于一种灵魂上的洗濯。不仅如此，我还在这里捕捉到了同类身上散发的对神明大人深刻的依恋。啊，真想好好认识一下那个人。他说的是斯拉？这实在很值得钻研。只要等我扛过今日的洗濯，我一定会把他抱到博土大记者的下一个选题会上。磊耶拉只是让你24小时待在图书馆，没让你干满24小时吧？你这个人果然有什么奇怪的癖好。梦梦，第二次末日的事是真的吧？小唐，其实有不少人都看出来了，但我们不会散播焦虑和恐惧给那些没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样连续的高压状态中时刻保持理性。意识到情况更加严峻的人们已经结成了小队，作为他们的代表，我向两位保证，只要你们需要帮助，我会立刻召集大家帮忙。一座只会等死的城市，不配得到英雄的拯救和神明的垂怜。到时就拜托大家了。久等了，询问者。游云老师不需要一起吗？再怎么说，这次也是使用非正常手段巧取了小色拉辛辛苦苦藏好的大作，所以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的人也是越少越好。那么，色拉老师的早期作品就在这里悄悄的公之于我们俩吧。小狮子跌跌撞撞的穿过树林，月光很安静，透过叶片间的缝隙，在地面上形成水波似的光斑。当它的爪子踩在地上时，影子便倏地散开了，只剩下冰冷的触感，叫他心里小鹿乱撞。那不是比喻，好像真的有小鹿撞了过来，撞在了狮子的心上。是我不满意吗？鹿说话了，它凑近狮子，耳朵触碰到了狮子的鬓毛，但它似乎并不觉得瘙痒，这反而让小狮子介意起来。后来他们希娜，你读之前没有看过里面的内容吗？没有，我以为这只会对小色拉发起心灵冲击，没想到连我们也会。没事，我们的机会来了，你继续保持这个姿势，再一会儿。希娜，
神明低血糖发作了，我去找人帮忙看看。好的。小瑟拉，很抱歉用这种方式找到了你，不过事出紧急，我想请你帮个忙。希娜姐姐，在你刚来到图书馆时，我就听见了你的心声，而后开始了自己的尝试。结论是，我没办法听见娜赫拉阿姨的心声。龙的巢穴像是塞了太多杂物的箱子，其中每一件杂物都会发出远大于普通人心声的声音，它们掩盖了娜赫拉阿姨和蕾耶拉姐姐的心声，也吵得我十分头疼。我正准备把这件事告诉你们，但你们又在做那样的事。不好意思，是我先入为主的以为小瑟拉会躲着我们了。该抱歉的是我才对。希娜姐姐明明抱着那么大的期望来找我，可我却没能帮到你。还有长大了的蕾耶拉姐姐。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吗？对不起，蕾耶拉姐姐，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因为朝夕相伴，希娜才能迅速察觉我与小蕾耶拉的渊源。现在的瑟拉又是通过什么认出来的呢？毕竟这次我还没有被结合。即便不依靠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音色，我也能认出蕾耶拉姐姐。原来是这样。小瑟拉，你没有说错什么，不过为了方便区分，往后就叫她寻梦者姐姐吧。还有，下次回答问题的时候，可以再耐心一点。我明白了，不过我还是很在意寻梦者姐姐没想完的话。这个时期的瑟拉还没有成为结合之术，想必对结合的概念也是一无所知。如果我可以为她讲解结合的概念，现状会不会迎来些许……不是些许，恐怕是彻底的改变。瑟拉，你能让希娜与我结合吗？如果它能带来寻梦者姐姐期待的改变，我会试一试。不过，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和希娜姐姐结合呢？就像你能听见心声那样随心而为吧。此外，我们还需要依靠一件宝物，它刚好就在图书馆。白吉能，别人能利用它实现不可能之事，你也一定能做到，说不定还会做得更好。虽然没办法通过希娜想到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机缘巧合之下，我们又发现了一条一旦置身其他时代便走不出的捷径。事不宜迟，我这就找游云老师借用我们没有未来。等等，在找小游云之前，我觉得你应该和我好好解释一下，你口中结合的含义。在那之后，两位姐姐为回溯梦的生成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只为创造一个能让我随心而为的契机。不过，考虑到希娜曾经在结合中表现出的高亢性，我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刻意压制意识，以希娜作为终端的回溯梦便难以生成。
可一旦希娜压制了意识，观测回溯梦中发生的事就成了无稽之谈。所以我们需要另一位观测者的介入。这也是我向瑟拉问出那个问题的原因。我这是想了第几遍。无论如何，希望希娜不要因此讨厌我。算了算了，在这种方面冒冒失失，也是她的可爱之处。况且，不管从任何角度来看，我都与她的监护人无异。既然如此，我又怎么能对那种问题视而不见？对，就是这样。问出口很合适，不问才不合适。只要以包容的心态看待就好。平常心，平常心。蜜蜂结合起来会化身蜂群，沙粒结合起来会形成大地，知识结合起来也会更接近快乐，更接近真理，更接近爱。这是寻梦者姐姐分享的最初发现结合之人对结合的理解，也是她为了让同她一样无助的人不至于陷入更糟糕的境地而找到的答案。可如今的我们并不无助，也不孤独，所以结合在一处的心才应该去寻找一个能让彼此变得更好的答案。寻梦者姐姐，这就是匣子呈现的希娜姐姐的过去。你是瑟拉？为了减少对回溯梦的影响，我只能以这样的形象为寻梦者姐姐引路。虽然希娜姐姐的家也没有达到会迷路的程度。如果有小瑟拉陪伴我，我至少会像回了自己家一样自在。寻梦者姐姐，这里压缩了希娜姐姐从沉睡到醒来时的所有时间。在你展开调查的同时，我也会帮你筛选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我曾对一类故事大为不解，或为自己，或为他人，无数生命都曾求取过可治百病的良药，而那须臾便要逝去的生命，却总是会在觅得良药前行至尽头。可时间本就能消解痛苦，若是用它做些更有意义的事，也不至于在离去时悲叹一生徒劳。但现在，我或许理解了，若不相信着什么，人才会变得痛苦。在疑因消歇前，他们至少因笃信得到了漫长的平静。因为你，我想试着相信些什么，希娜迪亚。希望这能钝化你对痛苦的感知，并使你早日醒来。纳赫拉从未以神明之名称呼过希娜，但此刻，希娜就是他唯一的神明。不必担心，希娜迪亚。作为小蕾亚拉的代理监护人，我每天晚上都会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强迫他老实睡觉，保证他能享有7个小时的有效睡眠时间。不过，这些天他竟然一次也没发现过。是他太过疲累，还是对我的戒心太轻？明明初见时，他还是见了谁都会炸毛的小狮子呀。总之，等你醒来，要记得多夸夸他和寻梦者。孩子长大后会对讨要夸奖产生羞耻，仿佛一旦表明自己对认可的渴望，那些值得被夸奖的事就会变得一文不值。这是你说的，
我都记着呢。哪怕是个性迟钝的纳赫拉，也认为我就是长大了的蕾耶拉吗？有点困，稍微小憩一下吧。还剩2天，末日倒计时就要结束了。希纳迪亚，你会在它归零的时候醒来，对吗？如此，我就可以在你醒来的第2秒，勒令小蕾耶拉交出所有她藏起来的金色果冻，并以此庆祝你的苏醒了。倒计时还剩2天的时候，纳赫拉仍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那最终导致他留下宣言的，又会是什么呢？徐梦哲姐姐，退后！这段过去如同漩涡一般，搅动了希娜姐姐迄今为止经历过的所有事件。我们应该暂时中断。死了，即便是此刻，末日倒计时也仍在流动。徐梦哲姐姐，希娜姐姐在母星曾经得到过不朽的赐福，又在抵达洛星后掌握了不完整的中烟的力量。因她展开的回溯梦，从不是故事的某一章，它囊括了2颗星球的历史，无数人的死生。在梦诞生的那个瞬间，它就不属于任何人了。如果你的意识被卷入漩涡，就会失去与我的联系，甚至逐渐消解在回溯梦的深处。到那时，即便是希娜姐姐也无力回天。谢谢你的关心，瑟拉。我所经历过的时间，也曾一度超越我的想象。可你看，我还是来到了大家的面前。每一次机会，都是寻梦者应当把握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一次也不例外。我明白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中断结合。所以，寻梦者姐姐，不要睡，好吗？当然，论起熬夜写论文的功夫，我敢设第2，没人敢设第1。我没有选择，时间不多了。为了洛星的未来，一旦失败，不堪设想。机会只有一次。我必须杀了你！阿姨，不可以！再晚1秒，纳赫拉的杀意就会撕裂我的意识。多亏你化解了那一击，幸好有你在。死了。我的意识虽然逃过了瞬间毁灭的命运，却落入了慢慢消弭的歧路吗？算了，破局之法才不会从迷雾中突然冲出来给我一个拥抱。还是抱紧自己往前走吧，说不定他会自己出来呢。说起来，到底是什么让纳赫拉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做出了杀死我的决定？他当真知道游云老师的匣子在哪儿，还亲自使用过吗？那是什么？
天哪，我没看错吗？好温暖的光芒，就像希娜给人的印象一样。他是因为希娜压制了意识才会出现吗？信息还是太少了。考虑到我与希娜掌握的力量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我已经能在回溯梦里做到撕开禁制、窥见新生的事了。想必拾起脸具光芒的难度，对现在的我来说，可能跟拼拼图差不了多少。没想到居然真有勇士不怕父亲的精力，敢悄悄带溜溜球给我玩。谢谢你，陶瑞斯。暂时还不能给公主殿下玩了，但你可以看着我玩。我苦练了1周，已经是半步溜溜球强者了。那陶瑞斯还不快露2手，给我这个半步1步溜溜球大师品鉴品鉴。这可是公主殿下说的哟。这就是你从小到大的每一天、每1小时、每1分钟都能感受到的爱吗？跟着这团微光，或许能够和希娜取得联系。真期待大家见到反叛者1号时的反应。从此，拉卡达人不再只有1种可能。乘上这艘星舟，我们就拥有了无数的可能。谁都好，快来个人一拳打晕我吧，好让我醒来就能看见大家振奋的模样。那一定是无比令人开心的一天，你说对吧，米德？这是希娜即将和纳赫拉离开拉卡达前夕发生的事吗？真是令人安心的往事。之后的路，若是始终有微光陪伴，我一定……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我在创作神之居所模型时的心情。每当我将灵剑严丝合缝地填入它们应在的位置，我就会感到纯粹的快乐，因为我知道，一件未有之物正在我的手中一点点地诞生。如今，我感受到了同样的心情。这光虽然微妙，每捧起时，却总带着你掌心的温度。它让我想起你牵着我走过的所有时光，也让我确信，你正在我的手中一点点地重生。雷耶拉到底在做什么？末日之矛连接起世界，连接起你我，连接起现实和幻梦。我知道的，你一定就在这里等着我。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我总会寻回你全部的光。你看，循着矛的脉络，我终究做到了连神也不曾做到的未有之事。纵使蒙上尘埃，也如过去那般美丽，仿佛你又一次站在了我的面前，
所以，若我失去尘埃，失去你所厌恶的，使你悲伤的，让你恐惧的一切，你一定会在时间的尽头，在神留下的遗墟中，绽放出更璀璨的光华吧。说是遗墟，似乎有点苛刻。至少你将去往的那处，是落星时间的起点，你我真实之所的仿品。在我的染色下，它更具梦幻的色彩。若非如此，这因神的狂想而诞生的虚假世界，又如何能配得上真实的你？可以预见，你将会感到些许陌生、困惑，还有一点可有可无的迷茫。但时间，它定会替我抚平你身上微小的裂痕，那失去尘埃的小小代价，而后让你再度成为希纳迪亚。我必须阻止雷伊拉！有什么在撕扯着我？但我不能停下，绝对不能停下！如此郑重的回忆，绝不能任他肆意操弄！要快一点才行。这道影子是蕾耶拉留下的枷锁，而枷锁禁锢的存在被毁坏了。试着驱散影子，聚拢碎屑吧。这份记忆呢？你的反叛者1号究竟用了多少代价才打造出来？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不加遴选，而是向这颗星球上的所有人公布星舟的存在。亲爱的公主殿下，这是我此生见过最天真的决定。若没有这份天真，离开拉卡达，甚至还是一个无人敢做的梦。只因你是公主，所以大家才会追随你，说服自己接受你的想法。可你呢？你会为你的同伴说服自己吗？暴头会用愤恨的烈火焚毁他，渔民会用无底的奢望压垮他。正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我才必须赶在你公布星舟存在前劫走它。与鲁莽无异的天真，确实能跨越重重艰险，叩响希望的门扉。可第一个踏入其中的人，却绝非那个有资格拥抱希望的人。因为你不够自私，你从不愿放下你那颗高洁的心，接受不堪的完满。
故技重施。雷耶拉，哦，是那个因你的触碰而破壳的雏鸟，形貌都仿照脆弱不堪的人类的缺陷品。还有完整的记忆，太好！希纳迪亚，不要哭，住手！你的眼泪当为喜悦而生。这就是最后了，拥抱你新的命运吧。希纳迪亚，我的希纳迪亚。哪怕只有一瞬，当我能真正拥抱请你，对我笑一笑吧。输给一个疯子，我才不要！无论如何，先试着让回溯梦的时间恢复正常的流速。你知道什么都做不到与什么都做得到相差多少次成功吗？单说某一个领域，至少也要上百、上千次。答案是1次，只要成功1次，
你就能站上什么都做得到的维度，看待自己接下来的每一步。要是第2次尝试又幸运的成功了，代表你已经是什么都做得到的1/1000版本。要是第2次尝试失败，则不计分。好耍赖的说法。哇，是谁在1小时内折腾了1个垃圾桶的糟糕纸，还满腔怨愤的叹了17口气？不阻止你，我的好运准要在3小时内被你全部探跑。听好，不要对抗负面情绪，否则它就会成为一个敌人，一个需要花费你大量心力却难以次次都战胜的敌人。你要对它保持好奇，每当它出现，就问问自己，它有没有可能带来什么好处？当这种好奇成为你的习惯，你就不会在被一支箭射中时，再自己创造另一支箭伤害自己了。总之，要诀只有一个：去感受、接纳第一支箭带来的痛，探寻它出现的原因，再找准机会。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力量。因为回溯梦的核心是希娜，所以与她结合的我才会经历她所经历的一切。若不想意识在奔腾的时间中消失，就必须掌控回溯梦的主导权，而我已经做到了。那又如何？因为做不到便不去做，和知晓死亡终将来临便选择在降生瞬间死去有什么区别？我不会停下我的脚步。当然，为了更好的出发，我需要趁时间流速恢复，梳理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哪怕这意味着我要再一次回想那些可称残忍的情景。在白色迷雾行进的过程中，我拾起了许多蕴含希娜记忆的微光。每当微光敛聚，就会有一缕形似希娜的虚幻的人像从中幻化。追随着微光，我不断向前奔跑，却遭遇了蕾耶拉。对我的存在，她一无所觉，因为她同她手中的微光一样，都是这场回溯梦复现的过去。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我总会寻回你全部的光。现在看来，每一缕微光都是希娜的一部分，将其拾起敛聚，是使它重生的必经之途。而无意之中，我竟然重复了蕾耶拉曾做过的事。哼，这还真是令人不快的巧合。之后，我被卷入一片黑暗，并在此间目睹了几乎囊括无数光芒的聚合体。那恐怕就是蕾耶拉在大崩坏爆发后，依循末日之锚，在洛星留下的全部痕迹，找回的。蕾耶拉找回了真正的希娜迪亚，她正是这场回溯梦得以运转的核心。
如果雷耶拉口中的真正没有任何歧义，他指向的真相就只有一个：经雷耶拉之手重生的希娜，不是同我一样的单纯的数据生命，他是真实存在的人，是洛星最初的生命。那么，与我在未来相遇的希娜，真的只是存在于我记忆中的幻象吗？此时此刻，他又在哪里？根据雷耶拉的描述，神留下的遗墟多半是寻梦者系统，而雷耶拉不屑一顾的仿品，则是以真实历史为基础，模拟生成的善躯。找回希娜后，雷耶拉以近乎残暴的手段，为她剔除了所有涵盖父性情感的记忆，又用影子将记忆的碎屑囚禁。最后，雷耶拉将希娜置入最初的善躯，并期待着时间弥合他的裂痕，使他再获新生。这样说来，早在我们进入地峰前，地峰就开始自行运转了。如果不受寻梦者到来与离去的影响，就是雷耶拉对最初的善躯进行的染色之一，那么它运转的时间恐怕要以亿万年为单位考量了。不过总感觉雷耶拉的话里有某处违和感，是哪里呢？在目见刚刚的景象后，我很难不去猜测，是雷耶拉操控了纳赫拉，又以绑架小雷耶拉为由，逼迫我应战。一切的一切，只为换回希娜迪亚。可谁说换不能是换呢？在与瑟拉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通过主动推进回溯梦的运转，再顺着它的流逝，我理应可以从过去复返现在。但安全离开不是回溯梦展开的目的，尽可能多的搜集信息才是。在被雷耶拉那样对待后，神明希娜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了现在的希娜，还出现在我的梦中，与我签订了拯救世界的契约？是啊，唯有不断搜集信息，我才能通过好奇释放我的愤怒。索拉没有食言，借由结合的力量，我能清楚感知到希娜所在的方位。希娜迪亚，你今天一直很沉默，是觉得看日落没什么意思吗？如果你不喜欢，我们也可以做别的事。去看看如今已经和大悬树一样高的属于雷耶拉的树吧。泡在图书馆也行，你不是攒了好多书没看？还有，泽罗的灵感速成器联机版也更新啦。小雷耶拉说的是，我没有一件不喜欢，只是我们已经玩了很久很久。那又怎样啦？反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这里，没有人会对缥缈的神明和荒诞的现实产生困惑。市民大人晚上好。对了，您想尝尝这袋小饼干吗？如果喜欢，我回头叫爸爸妈妈给您再做一袋。小游云，你的爸爸妈妈真的都有好好的和你生活在一起吗？
哎，这是神明大人今天向我确认的第几次？就算是您，也不能总问这种地狱问题啦。难道天才的父母非要因为什么意外死去，才能促使天才得到华丽的人生？相信我，这种故事不出2章就会被编辑砍掉。地风没有天灾，没有人祸，更没有什么必须要谁背负的沉重使命，大家都生活得很幸福。您如此，我亦然。雷耶拉，这就是你为地风赋予的更梦幻的色彩吗？希纳迪亚，我想申请都为家里购置一张长沙发。抱歉。不必道歉。我很喜欢我们2人挤一张沙发的感觉，只是小蕾耶拉不喜欢。可别忘了，你以前是多么厉害的星际旅行家。花花绿绿型和甜甜圈型的故事，每个地方人都烂熟于心。要是你明天也准备像今天一样待在家里，待在沙发上，岂不是在歪曲原作？你都是从哪里学来的词呀？对了，娜娜还记得我们不再旅行，而是选择留在洛星生活的理由吗？我活了太久太久，有些时候甚至连昨天晚饭吃了什么都记不清。我只知道，将你这位旅行家视作洛星的神明，爱戴你，追随你，就是洛星人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哎呀，是神明大人。小蕾耶拉和纳赫拉大人都不在。明明已经很幸福，却无法感受到快乐。明明已经无法感受到快乐，却不能将真相告诉任何一个人。因为大家都在笑嘛。说起来，娜娜每次吃金色果冻时都笑得很开心呢。虽然小蕾耶拉总是一副很嫌弃的样子，还三令五申告诉我绝对不能吃那种东西。不过，就这么把娜娜混进糖罐里的金色果冻丢到垃圾桶，有点伤龙啊。况且，它本来就是我拿错的。好，金色果冻也太难吃了吧！希娜，无论你将多少次出现在今天的黄昏，我都会在这里等你。
哇，它是透明的，我能摸摸。哎，你干嘛？你就一点都不好奇吗？比你好奇，也比你礼貌。嘘，他好像要醒了。梦既可以引出一桩意想不到的好事，却也可以招致一次巨大的不幸。只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并非任何人力能够左右。穿越他人之梦的路径，有时会掩盖一些征兆，而人们恰恰是通过这些征兆，获知天神是否登上了阶梯，亦或正在从阶梯跌落。这些征兆代表了两个人互相托梦的过程。或许所有寻梦者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于发现这些相互托梦的人，并尽量透彻地了解他们。只是偶尔，互相托梦的人也不止两个，正如此时此刻。帮我降虫吧，远道而来的神明大人！面对显然不是地风的陌生世界和3个会说话的棉花娃娃，希娜一时陷入了混乱，甚至没来得及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主动回答了对方连珠炮般的问题。而我，或许是因为结合的程度随时间流逝加深，我如今能完全以希娜的视角感受她的心声，旁观她所见的世界了。简单来说，在希娜到来之前，我们已经通过删除、同义替换、短句复杂化、长句简单化武器，恢复了51处标红字句的颜色，可以说进度感人。但搜查推进到这里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东西。因为无论如何也没办法降低它，我们决心利用看起来就无所不能的那个，强行召唤一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神明帮忙。这位回应召唤而来的神明是我，可我之前明明在……数以亿计的今天逝去，留在希娜记忆中的仍是一团迷雾。她无法记起自己上一刻做了什么，毕竟每一刻都是如此，既无高潮与转折，连喜怒哀乐都在含混的时间中归于平静。至于那点小小的水花，它终究没能激荡起一片大海。哪怕降低37%也好，拜托了。这应该不是哪怕的程度吧？47.82%，一个我永远也忘不掉的数字。在研究所提供的唯一一次免费查重开始前，我已经为这篇论文做了不少努力，不惜斥巨资在其他网站查重论文，结果查重率不降反升了。第一次遇见神明希娜前，我的生活已有大半个月都在围绕这篇论文打转，可我却完全不记得自己还曾梦到自己变成了3个娃娃，与他在梦中发生过这样的交集。抱歉。没关系，希娜，你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让我们可以据此对现状做出判断。在我们管辖的欧夏，如果还有连我们召唤出的神明拼尽全力也无法战胜的存在，那它一定属于现实。既然是现实，那我们就此散伙吧。你们努力了很久，放弃不会觉得可惜吗？最可惜的是我们已经确定自己在做梦了，还非要在梦里处理现实中的焦虑。没错，不过对那些敢循着高查重率的足迹，又紧跟在阿寻金句后擅闯进来的现实，我就必须要好好惩罚他了。数据之海的孩子最快90天才能离舱，这家伙急得7天都带不满。他想干嘛？想速通稳太仓吗？不，绝不能让他这么早离开，少说也得待满190天。勇敢，我的朋友，对新世界具备无限的勇气不好吗？我不理解，你要拿什么惩罚他？
一道可以跨越现实与梦境、过去与未来的凝视。他太坏了，我要拿眼睛瞪他。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想法占据了上风，我们才会从原本的90天关到190天。我们至少为7天就离开稳太仓争取过，反正他也没有让我们关满590天。等等，要是真关了这么久，我们岂不是会一举刷新稳太仓居住记录？这孩子不适合干一些专业性特别高的工作，可适合他做的工作名额已经满了。我觉得他需要再等一轮，那又要多等1个月吧？哎，不然试试那个全欧下最难搞定的数据研究所所长。哎，你为什么要选一个专业性极高、成功概率极低的方向？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哎呀，万一我的好运能够传递给他呢？只是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理由，我才会被推荐给老师吗？还有一点万金兰花的善意，虽然理由简单，但他肯定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做了充分的准备，否则老师不可能接收我们。前一位研究员让我们多待100天，或许也是因为他考虑到了提前离舱可能导致身体机能出现的异常。阿寻，欧夏早就实现了全民福利制度，再坏也不会流落街头了。回稳太仓也行，至少包吃包住。我只是想说，就算我们最终没有成为老师的学生，也可以在新的工作中做出成就，说不定未来还能在另一个领域和他顶峰相见呢。哇，我都说不出这么狂的话。如果在做一件事前，连想象他做成的画面都不敢，那我们又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笼罩希娜的迷雾，因娃娃们的话语渐渐散开了。好啦，惩罚时间结束。希娜，你要不要在欧夏四处转转？我敢保证，梦里的欧夏一定会比现实的欧夏更好玩。我想回家了。然而，那道缠绕他灵魂的影子，又成了他新的夜晚。既然希娜这么说了，我们也不能强行留住你。跟我来吧。甜蜜舌尖限定款在梦里是不限购的，希娜不想尝尝吗？它真的很好吃。抱歉。到了，就是这里。那是一座可称精美的茅，超然的存在于需要人们微微仰视的地方。若用造物的维度评价，也极具美感。透过日光的折射，他看见了悬浮着的斑斓的碎屑，如同宇宙中的星点。每一次闪烁，都会勾起他对美最纯粹的向往。还有疑问，即便他忘却了，但我记得，为了解答内心的困惑，他曾有无数次来到离深空定锚最近的地方，又无数次的因今天倏然降临，回到了生活的原点。那是我的。旋绕于毛身的碎屑，即是记忆的微尘，在漫长时光中重又凝聚的产物。希娜迪亚，不可以！这不是你要走的路。
我就要回到地峰了吗？这没什么不好，只是……于灵魂深处，他一次又一次地拨开夜晚蒙在眼上的手，直视着更为深邃的黑暗。跳脱也好，理性也好，包容也好，无论如何，我都需要能够让我往前迈步的答案。就像他们一样，如果属于我的答案从始至终都不存在，我又为什么非要选择裂隙不可呢？黑暗没有回答，但这一次，新的影子附上了他的双唇。若不能视物，他便走不出夜晚；若不能发问，他便不会再产生困惑。但黑暗似乎忘了，在更为久远的过去，人是如何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火的长夜。吃我一记降唇攻击！呸！什么鬼东西，敢在我的地盘撒野！希娜是我召的神明，懂不懂？因为希娜看起来十分苦恼，所以我们擅作主张出手了。希望你不要介意。怎么会？谢谢。不好，毛上又出现了影子。不要紧。牵制意识的影子被阻断在裂隙的另一头后，希娜再无迷惘。即便仍然置身黑暗，也没有停下灵魂的奔行。就像寻梦者说的那样，对于坏东西要好好惩罚一下。当然，我会努力不让我和影子的接触破坏你们的梦。那倒是大可不必。希娜，这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不需要它，我们也能够走向明天。就是，你就安心带上我们的力量吧，别跟什么生离死别一样。这场梦结束还有下一场梦，要是没有下一场，那行了算了，早点醒也能早点赶论文。如同初见那般，三个娃娃再次用连珠炮般的话语完成了他们的告别，相当潇洒地化作光芒，汇入了希娜的身体。事到如今，我也终于明白自己对这场梦毫无印象的理由了。原来它根本没有储存在我这里啊！真是急性子，走之前至少要告诉我梦外的名字呀。触碰它，不仅是为了回到我真正的家，也是为了重新成为自己。孩童为何不愿向父母坦诚过错？因为父母失望的视线、严厉的苛责，远比过错本身可怖。那自行无忌的影，是蕾耶拉为自己凭空捏塑的另一个形象。他越是暴虐、乖戾，他就越能溺于影中，全身而退。不会引燃指尖，拧断脖颈的影，却拥有足以烧穿意识的热度，桎梏呼吸的鬼力。只是如此吗？那便将恐惧渗入血液，模拟肌骨尽碎，灵魂崩裂的惨况。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在我所遗忘的地方，我一定经历过残忍100倍、1000倍的事。陌生是因为向我施加痛苦的人，竟连见都不曾见过。那便施以无间的折磨，不消的恨火，施以所有能想象的，足够令神明退后哪怕半步的怨头。
只要以保护为名，也可以极尽一切残忍之事。那么，你敢杀死我吗？如果你无法怀抱同我一样决绝，甚至不惜杀死我的觉悟，那就别想阻止我。影的流动，因这始料未及的可能停滞了。当他再想接续此前的行动时，这场早已分出胜负的对峙，已敲响了希望的蜀钟。微尘凝聚，碎屑拼合，被雷耶拉毁坏、封禁，又散落于善区之外的记忆，回应了希娜的召唤，又沿着毛的脉络，全数汇入了他的身体。光芒自黑暗中绽放，仅在刹那，神明就夺回了他的自由。一道早已得出的答案，一个不容错失的机会，一件复归的神明应当立刻去做的事，也随之显现。若要令2棵大树在命运之日结出硕果，我就必须于此刻种下手中的种子。由此，另一颗种子也将迎来它的萌芽，哪怕这2颗种子是在完全不同的时间里分别种下的。原来是这样啊！说来也巧，我刚刚就遇见了合适的契约对象。可惜因为我的任性，你之后应该完全没有时间考虑那篇查重率高达47.82%的论文了。不过，以你性格中的一部分来说，你也会对这种生活充满期待吧？要以一个热情的拥抱作为再会的开场白吗？考虑到你有可能已经忘掉了刚刚的梦，还是正式一点，循序渐进比较好。找到你了。你有没有觉得，星空是一种奇妙的存在？它像生命一样美丽，又像死亡一样永恒。你好呀，梦见了我的人类。虽然我们的时间并不同步，但无论如何，我的确一直都在等待着你。紧张，期待，还有因不同步的时间无法看清我面貌的遗憾，在希娜的心中不断的翻涌。而我不能随便和陌生人跳舞。他的声音真的好像……等等，在这种氛围下选择拒绝吗？为什么？是阿寻的想法占据了主导吗？看他的反应，他绝对能看清我的样子，所以是觉得我长得像坏人？哎，你不懂，我怕被其他人误会。你心里那坏心眼的小灯泡一定亮起来了，可这里除了我们，哪有其他人啊？对不起，希娜，这里还真有第3个人。你该不会是想看我困扰的表情？喂，欺负我就那么有趣吗？不好意思，看你太认真，忍不住说了反话。我当然愿意。现在是梦梦的想法出现了吧？和我讲话是需要你高强度头脑风暴的事吗？不过，这样就对了嘛。
否听见？海正用火的声音歌唱。梦想、未来，以及希望，在那场毫无保留的共舞中，希娜将她的一切都交给了我，并期待着我们能拯救自己，拯救文明的命运。话虽如此，拯救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有多困难？即便没有保留任何简为我视线的未来，曾踏上这条路的我，都再清楚不过。我失败了，可除了不甘，如今的我还感到了深深的庆幸。哪怕在绝望中沉沦，质疑付出的努力，秉持的信念，认为他们是应被抛却的负担，只要狠心割舍，自己就能尽快抵达完满的终点。我也一次都没有屈从这样的想法，并截断其他仍在行路之人的可能。所以这一次，我仍会选择离开你。只要把包裹着你和星之环的最后一枚星辰魔方送到外星的伙伴面前，种子就落地了。而后，相融的梦境消散，我会顺着它的余迹返回地峰，用10回的自我还原塑造了自我的世界，使我的子民彻底摆脱影的干涉。即便那意味着我将因此复归于当年一般无二的状态，承受历史再度投射给我的侵蚀之痛，也不要紧，因为陪伴在我身侧的是不带一丝虚饰、无比真实的爱。当你我在星辰的彼岸再会时，它一定会让我笑着迎接你的到来。至于刚刚发生的事，我相信你会替我记住的，对吧？我会的。我还记得自己曾在最后一次拥抱前贪心地许下了一个愿望，在某个命运之日，一位能自如穿梭梦境的寻梦者会梦到我，并借由相连的梦境赠予我一个可以前往对方身处的未来的奇迹。而这位寻梦者的名字，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是现实中的你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名字，特别到听见它的瞬间，我便产生了想要拥抱你的冲动。可如果你就是我的蕾叶拉，又为什么没有立刻认出我呢？原来不够自私的人会得到这样的惩罚呀。在梦碎之前，话语还能留下些什么？他闭上眼，呼吸不自觉地轻缓起来。任何可能搅扰思考的存在都被排除在外，只为发现比话语更快的想象。是了，就是想象。他要想象他注定无法看到的最真实之人未来的模样，想象那个人因成长改变的习惯，发丝流过指尖的触感，不经意的失误引发的笑闹，还有他们共同拼凑起来的一场不存在的春游。不过，总是在纠结自己能做什么的人，可没办法准时赴约。我必须是一个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对感兴趣的事绝不会有半分犹豫的希娜迪亚。希娜，轻一点。啊，抱歉抱歉，是不是弄疼你了？没事。你今天似乎要给我编一个很复杂的发型，感觉时间比以往都要久一些。喂，你该不会想快一点去草地上野餐，配上最好吃的果酱，还要用面包蟹喂湖中的小鱼，所以才着急吧？这每一条好像都是希娜想做的事。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在想象中，自私绝不会被任何人苛责，所以他要毫无顾忌地说，
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我还想和你做更多、更多的事。我哪里有你说的那么好？真的，相信我嘛！你有多好，我可是最知道的。摘下眼镜，换一个成熟一点的发型，再套上好看的小裙子，一定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难道现在的我对希娜来说还不够好吗？喂，你明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想象中的你不必知道，他曾为了让你买下一件自己喜欢也最适合你的裙子，在3秒内想出5种应对方式有多么不容易。他知道就好，只需要他知道。希娜，你会忘记我吗？当然不，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希娜？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因为生命无法永恒，所以我们才能体会现在的幸福。而且，即使那种幸福如梦一样短暂，我也会像萤火虫一样，点亮微弱的光，照亮自己的路，去不断寻找，直到我再次遇见你。现实终究侵入了想象，为了使想象中的你不再失去，这一次，他坚定地拥抱了不堪的完满。我也是。不必精雕细刻，不必勾旋探微，这道虚影也能轻而易举地唤起心悦与期待，并以此证明，他渴望见到的未来，此刻就在这里。然后，向着明天，他轻轻地推出了手中的星辰魔方，梦境也在逐渐模糊的呢喃中迸散。对啊，我手里的可是能复现过去、保存当下、勾画未来的星辰魔方。要是你从魔方里醒来时，突然看到手边有一本砖头书，上面还积满了我脑海里的东西，那也太不好意思了。于是，不安的海浪在礁石上碎裂，明亮的光就从那里迸发，绽放出一朵盐的玫瑰。寻梦者，你真的来了？对吧，寻梦者？寻梦者的表现也不会太差的。原来寻梦者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么不自信啊！希娜莱姆，我们当然不会把你丢在这种地方。你这究竟是夸我还是损我啊？那就拜托你了，希娜。虽然不好意思，却又让我忍不住想象他将陪伴寻梦者见证一段多么精彩的冒险。这就是与我一同从星辰魔方中出现的少女诞生的始末。神明赠予了她充满可能的未来，她亦回赠了神明充满希望的过去。这还真是一个奇迹般的回环。希娜，我在。你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发生什么事了吗？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回溯梦才刚结束，你怎么就突然提起这个？别太在意，就把它看成我一时感慨脱口而出的夸张说法吧。对了，你在回溯梦里有发现什么信息吗？
要不要趁热打铁和我们同步一下？我上次体验的时候就想象了一个很特别的人未来的模样，而最后我想象的那个人，他居然真的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早在过去就决定好何时死去的人，究竟会在行至终点前，多少次想象自己一定无法等来的世界，和他最珍视的人的未来？希娜，这场无望的等待，远比你如今记住的要更加漫长，而你彼时的感受，也远比你当下的理性真实。对此，你不想说些什么吗？你不敢承受的代价，我会一点点还给你，雷耶拉。你没能找到娜娜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意外找到了破局的方法。是的，利用匣子催生的预知梦，我可以向娜赫拉展示一意孤行终将造成的后果。倘若他仍有理智，说不定能不战而胜；若他坚持不从，那就迫使他进入回溯梦，用梦中那处可以搅动一个人迄今为止经历过的所有时间的漩涡，强行制服他。我不希望这种遇强则强的最终手段用在他身上，但保险起见，我仍会将他纳入选择。我明白了。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事要和我们同步吗？没有。在被卷入漩涡后，我就和瑟拉失去了联系，摸黑走了好久才成功逃离。瑟拉能帮我作证。虽然不知道寻梦者姐姐后来具体经历了什么，但那段路确实很危险。希娜，剩下的时间虽然不多，但我相信我可以在瑟拉的帮助下掌握刚刚说的2种手段。不过在那之前，我需要向游云老师申请延长匣子的借用期。等我一下，我马上就来。稍微整理一下思绪吧。虽然刚刚说的信誓旦旦，可实际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无论是预知梦亦或回溯梦，都必须作用在另一个对象身上。那么，让谁配合我进行这种颇具风险的练习，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不行，这种陪练对作为主要战斗人员的他们来说消耗太大。不断消耗我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提供陪练对象？什么负循环？他才刚刚从侵蚀的痛苦中苏醒，我就要对他做这种事？我是恶魔吗？产生这种想法，就该半夜起来谈自己是个脑瓜崩了。为什么不问问可靠的末日特工队呢？顺带一提，队员数量可不少哦。远远看到你一个人在这里发愁，我们就过来看看。具体情况也不是很明白，但你需要很多人帮忙，对吧？风险什么的就别提了，再高，他也高不过我们什么都不做的风险。因为游云老师的演讲，我们看见了那些闪烁在自己身上的光芒。请你相信我们，就算这光芒微弱如尘，也绝不会轻易消失。放宽心啦，不要小瞧天才能提供的技术支持，有我帮大家兜底，你们就放手干吧。就是，妈妈，我们地风人可没这么脆弱。谢谢你们。小瑟拉，你听到了什么？大家为自己能够帮助寻梦者姐姐而开心，
为自己切身参与了拯救地风的行动而欣慰。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事要和我同步吗？你和寻梦者都不擅长撒谎，娜娜也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只要还有希纳迪亚能做到的事，而我唯独不想，在自己还能做些什么的时候，主动缺席一个自己本可以把握的现在。所以，不必顾忌我的身体，小色拉。把你在寻梦者那听到的一切，都告诉我吧。我记得有一颗星星上的人类，选择了一条和现在的洛星不一样的文明之路。不理他，纳赫拉这次真的太过分了。上一秒摆出那种爱说教的大人的样子，凶巴巴的说着什么你没有选择，下一秒又摇摇尾巴说要作为主人带我好好参观自己的巢穴，搞什么啦？人们从自然中寻找一切的答案，他们没有电车，没有通讯基站，也没有生态穹顶核心。一种闪光的水鸟是他们主要的。小磊耶拉，你不感兴趣吗？哼。难道是觉得太普通了？那就说说那边的裂隙吧。龙巢里的裂隙都存放着我记忆中的景象，理解为相册，或者说影集。影集更恰当一些。我还在生气呢，我绝对不会听这条坏龙说任何话。那个是属于拉卡达的裂隙，是我最后一次去到希纳迪亚的故乡时的回忆造景。即使得到了永生的龙鳞，一颗星星的消亡依旧伴生于构成它的一切，分崩离析。我记得他倾塌的楼宇，记得他沉入夕阳中的倒影，然后怎么了？我不跟你说了。驳回，来不及了，小磊耶拉已经犯规了。那又怎么了？我还在生你的气，才不会陪你遵守什么既然已经犯规了，那就多犯一点的歪理呢。不生气，不生气。小磊耶拉不是一直很想到龙的巢穴里做客吗？对了，就像是在家里招待客人时，我们会拿出糖果。小磊耶拉，要不要吃星星糖？骗人！你手里根本没有星星糖，你不要以为那一套永远都能奏效了。说的也是。要是纳赫拉的糖罐永远都能平息磊耶拉的怒火，那样的话，我是不是也算找到了我的不朽？才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怎么可能和我有关系？纳赫拉，你不可以拿自己的使命胡乱开玩笑哦。怎么突然不说话了？今天你的话格外多，是你平时一周1个月的量。好了啦，我知道你对时间完全没有概念，不许突然沉默。既然邀请我来做客，你就不许偷懒，要当好导游，有问必答，知无不言。然后在参观结束时，立刻放我出去，知道吗？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为什么是从这里？因为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或许是构成我的一切在这里诞生意识，又或许是那一丝属于龙的念头被构成我的一切捕获。总之，
这里就是我的起点。啊，原来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个时候，你的身边有一条守候你的龙吗？没有啊，我们没有这种温柔的惯例。龙血之中刻着一族的传承，可是，与我的最初，只是一个念头。哎呀，念头，多漂亮呀！亮晶晶，亮闪闪的，真漂亮呀！新生的生命，凝视他最初的向往，恍惚听见他命运的召唤。只是仰头遥望，就萌生出远行的愿望。因此，无需指引，龙注定踏上旅途。光，是把自己的温暖献给世界的凭证。星海里的每一颗星星都在发光，地面上的每一种生命也都在发光。所以，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地上，你永远都有下一站。你就是这样去了很多很多地方，对不对？嗯。去了那么多地方，你还是把自己的家好好装在随身背包里面呢。该不会，你这条龙其实特别恋旧呀？就像是，我会特别喜欢希娜迪亚给我做的那只小枕头。虽然它被压得越来越扁，我现在又长大了，把它垫在脑袋下面就变得特别薄，但它好柔软，只要挨着它，我就会觉得很安心。我想，要是有一天我们真的搬进了我设计的大房子里面，我也要带着它一起去。小里耶拉的神之居所里也会有同一只小枕头，这就叫做恋旧。因为即使希娜迪亚又给我买了新的枕头，我还是会把它叠在最上面，每天枕着它睡觉。你也是这样的吧？我不挑枕头，不挑被子，也不挑床垫。哎，不是说那个啦。我知道，我也是，所以这里才会有那么多收藏品。那我刚才看到了好多，有影集、雕塑、列车，好高好高的柱子，还有黑洞。我们说好的，你是好导游，能带我去看吗？当然。好，娜赫拉，我还想问你一件事。不，还是待会儿再问吧。好厉害啊！这是一个利亚环吗？怎么可能是个黑洞吧？我可是知道很多的，你别想轻易糊弄过去。这是一颗死去的星星，它的质量很小很小，无法构成你想象中的不可逃逸域。光依旧能穿透它的表面，抵达那个小小的基点。一颗被陨石和卫星环抱着的、坍塌的、很小很小的星星，那就没有任何东西会记住它了。你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里？因为它现在不属于任何人了。星星还活着的时候，总是属于许多生命，他们会依赖它，崇拜它。所以，即便是龙，也不应该劫掠一颗活着的星星。现在，它既然已经不再属于任何人，那就可以属于我，这很合理。什么？不对，偷走一颗死掉的小星星也并不高尚。娜赫拉，你……等等，你的收藏品大多都是破破烂烂的，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对不起啦，说破破烂烂是过分了一点，但是它像是倒过来坠毁过，连底面都不见了。如果我说是列车废墟，会不会让你高兴一点？我记得那是一座永远亮着灯的城市，亮闪闪的光只出现在人的屋檐下面。我没有见过它的白昼，但我知道那座城市坠亡于一颗恒星突然闯进它的轨道，巨大的引力把它撕得粉碎，而我拾起的是最完整的一片。纳赫拉，你的旅途里难道只有悲伤的故事吗？宇宙明明很宽广才对。我把所有回忆的结局都放在这里。龙所见证的会比人的记录再往后一点，久到他们长久幸福地生活着，直到死亡将他们带往沉睡的地底。所有的故事大抵如此，人类也是。人类和星星一样，无论闪耀的时候有多璀璨，他们总会凋谢。纳赫拉，你说这些的时候很难过，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说下去呢？我想听一些快乐的故事，快乐的回忆。对了，讲讲西纳迪亚吧。有西纳迪亚的地方，就一定有美好的、温暖的、令人开心的故事，对不对？小磊爷啦，当然也会有难过的地方，那你就先只说开心的，好不好？那来这里。我听西纳迪亚说过，纳赫拉的意思是永恒的长河。这个名字是西纳迪亚送给我的礼物，我很珍惜它。他叫我娜娜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温暖，很开心。我的名字也是西纳迪亚送给我的礼物，美丽的黑夜。他叫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温暖，很开心。我们是一样的。纳赫拉，你今天笑了很多次，可只有这一次，我觉得你是真的开心了一点点。之前你一直在尝试笑给我看，说了很多很多话的时候也是。你想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比如敞开心扉，说从来不会说的话给我听。我很熟悉这样的感觉。在我想让西纳迪亚觉得我可以，但其实我也没有很确定的时候，在我想让大家相信我的时候，我也会这样。纳赫拉，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等一下啦，一言不发的带着我往前走。纳赫拉，你到底怎么了？一颗卫星正在为它那还不具备文明的行星闪烁，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和我说这个我也不理解，倒是知道如果星体存在大气的话会产生中断闪烁。哎，难道是通过这个你们才选中了这颗星星？我只是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西纳迪亚而已，等他醒来，你可以当面问问他的理由。小磊爷啦，你在担心吗？我听说人类的小孩子总是喜欢询问父母自己的来历，西纳迪亚会理解的，不用担心。才不是说那个，西纳迪亚还是第一次这么虚弱，又沉睡了这么久，以往都会断断续续醒过来的。没关系，小磊爷啦，
你的身边有许多值得信赖的人，假如觉得支撑不下去，就把自己的不安大声喊出来吧。地风的人们，你最近结交的朋友，寻梦者、克拉丽还有赫利亚，一定会及时出现。利托斯特也是。你竟然好好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好难得呀！你是不是也很喜欢他们？他们很聪明，很可靠，尤其是寻梦者，他和你有相同的气味。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这一点了。啊，希纳迪亚也说过我们很像。在环宇旅行中，两个人味道相似的事极其罕见，或许这也是寻梦者值得小磊耶拉信任的原因之一。我闻不到龙能闻到的味道，但和寻梦者相处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要多和他说说话，撒娇也好，耍赖也罢，他总会像姐姐一样包容指引我。当然也因为他像我一样喜欢希纳迪亚。若说寻梦者是你的姐姐，那瑟拉佩姆她定是你的妹妹了。虽然还没有正式见过面，但我记得她的声音。在希纳迪亚出现前，就是她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我。可围绕在我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之后，我反而听不见她的声音了。那赫拉，等希纳迪亚醒来，我们一起找瑟拉佩姆玩吧。这一次，不管她藏在哪里，我们都要把她找出来，好吗？那赫拉，抱歉，小磊耶拉，我想单独待一会儿。小磊耶拉，稍微等一等，好吗？喂，那赫拉，你要去哪里？突然交代那么多事，我怎么记得住嘛？现在还突然跑得那么快，你一点也不像个大人啊！不，大龙。难怪连投影机里的画面都是倒置的，这里尽是这样的东西，残破和衰败的。虽然他是有他的理由没错了，可是一直看着这些，心情怎么可能好吗？这条龙真让人不省心。啊，坏了，我不会把它跟丢了吧？发现你了，纳赫拉，站在那里不许动。你知不知道交谈的过程中把对方丢下，自己跑得远远的是一件多么不礼貌的事情啊！你可以好好说明你不开心的理由，要是不想说，也应该好好告诉我。而且这里还是你家，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不礼貌的程度就要加倍、加倍再加倍。就像你那封一点也不好笑的奇怪绑架信一样，超级超级超级坏。如果你可以按约定放了我，那我勉强可以认为你又好了一点，不把你的绑架行径举报到思过所。明明你是和希纳迪亚一样的大人，我才是小孩子，但你总是这样幼稚。龙和人的差别真有那么大吗？对不起，小磊耶拉。算了，我跟你发什么脾气？你什么都不懂，只是一条没有常识的龙而已。谁会责怪一条没什么心眼的龙呢？我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我准备了很多很多话，严肃的、悲伤的、平静的、喜悦的、
难过的。我以为他们会是很重要的话，会是我为没有告诉你而感到很后悔的话，所以我准备了一个陌生的自己，来完成我想要完成的使命，改变或许可以改变的你。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你在说什么？可是我做不到。越是和你待在一起，我就越是会变成那个平常的我，那个可以一直在软乎乎的沙发上睡觉的我。白天的窗户亮闪闪的，阳光会晃到我的脸上，晚上的星星亮闪闪的，星光会晃进我的梦里。地峰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就像希纳迪亚对我承诺的那样，它安静又美好，龙可以在这里见证一段漫长的开心的回忆。或许到它终结的时候，我也会把它装进我的巢穴，成为这里的收藏品之一。就像放下一本又一本影集，就像放下一颗很小很小的星星。是的，小磊耶拉，你比我敏锐，比我聪明。人类都是这样，因为有限的寿数，所以他们比龙更快，更快地学会所有东西。一眨眼就学会了出生，一回头就学会了长大，然后在一瞬间学会告别。希纳迪亚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人类就是这样的。我听不懂纳赫拉说话，很早以前就是这样。他说的名字我不认识，他说的回忆不是我的回忆。渐渐的，我就不再和纳赫拉说话了。我想，他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我们还会拥有很漫长的时间，久到他不再那么任性，久到我能理解他的时候，我就不再会为他的话语感到难过。我们会变得更亲密一些。反正他一直会在那里，懒散的，像一座精致又柔美的雕塑，像一条因永恒的流淌而显得凝滞了的河流。即使消极怠工，即使只惦记吃饭，对，即使什么也不做，只是躺在沙发上就很好。而现在，他似乎在向我告别了。可偏偏他的告别好笨拙，笨拙到让我可以发现，我本可以理解他，他没有那么难懂。我以为的一直，也并不是我想象的样子。他也是，他好像很难过，他把我变得更难过了。纳赫拉，你要去哪里？你能告诉我吗？如果你不想，跟我说说别的好不好？比如，那个塑像是谁为你塑的？那些壁画呢？浮雕壁画是我制作的，至于那2尊造像，他们是人类送给我的礼物。我记得那里的人类小小的，偏偏崇拜巨大的事物。他们请求为我塑像，可他们太小了，我知道他们无法造出龙的正身，于是化作人的模样。依照约定再次造访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竟然塑了一模一样的2尊兴隆塑像。这不是还有其他礼物吗？我想再听一些你的事。啊，对了，如果希纳迪亚在这里，他一定会这么提议的。我们来玩游戏吧，赢了提问，输了回答问题。就玩1、2、3小骑士好不好？哎，你记不记得，因为利托斯特总是特别严肃，希纳迪亚说
不许当木头，这个游戏才叫这个名字的。来，你就站在这里，念完整个句子的时候才可以回头。如果我动了，就是我输，反之就是我的胜利，我就可以提问啦。我不会问你不想回答的问题，但是除了那个，你都要回答我。要是我最后碰到你了，我拿到了最大的胜利，你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小磊耶拉，你知道的，我总是很擅长玩各种游戏。不要说大话啦。准备好了吗？1、2、3，小骑士；4、5、6，往前走；7、8、9，回头；7、8、9，回头，看看谁被抓住了。我赢了！纳赫拉，我问你，希娜迪亚给我买的咩咩么么好喝的呼呼茶是不是被你偷喝了？我没有，是利托斯特喝的。1、2、3，小骑士；4、5、6，拍拍手。我不信，追加一条规定，不许说谎。7、8、9。下一个问题，你讨厌筹备图书馆的工作吗？我特别在意，明明是希娜迪亚为你挑选的最适合的工作，你怎么会不喜欢？我不讨厌那份工作，只是我收集到的第一本书，那个故事很糟糕，我不喜欢。它让我很不开心，所以我打算等忘记它再开始工作。哎，那你就一直想着它了？能让你那么不喜欢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那是另外2个问题了。你又学希娜迪亚，还有一点点就要赢了。我的要求其实在提议玩这个游戏前就已经决定好了。纳赫拉不愿意寻求我的帮助也没关系，不愿意让我做听众也没关系，我会陪着他。在寻梦者那里，我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要告诉纳赫拉，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和他一起面对。所以事情一定没有那么糟糕，我们不用在现在考虑如何道别。那么，我该如何安慰一条悲伤的河流呢？我打算这么说：回头，看看谁被抓住了。纳赫拉，我想抱你一下。磊耶拉，我请你，求你不要这么对待他。不过是数具生命而已。那你眼中的我呢？纳赫拉，身处长夜的祭坛之上，总要有人做那4生的祭司。若不是你，也可以是利托斯特。杀死他，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手握永恒的智者，又是为什么要对飞过的一瞬说出“停一停吧，你真美丽”？星空里有很多星星，在人的眼里，它们每一颗都闪着吸引人的光辉。星星上有许多生命，在龙的眼里，它们每一个都并不自知的，静悄悄地亮着温暖的光晕。星光一闪一闪的，像是在眨眼睛。看久了，龙也想要眨眼睛。而龙的眼睛只要闭上，在睁开的时候，那些暖乎乎的光晕就在顷刻的闪烁后不见。1、2、3，小骑士；4、5、6，往前走。是龙，好大好大的龙！看了就知道，这世上没有比龙更大的生物了。
要是有神明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吧？我们能为您塑像吗？或许会花上很久很久，不过我们很乐意做这件事，说不定会花上好几代人，但我们一定能做到。龙啊，伟大的、巨大的龙啊，庇护我们拥有足够完成约定的时光，请庇护我们吧。7、8、9，回头，看看谁被抓住了。是伟大的、巨大的龙神。1、2、3，小骑士；4、5、6，拍拍手。喂，龙女，你能和我比试一场吗？我想成为这个国家最强的剑客，用这把剑守护想要守护的所有东西。你怎么一点兴趣也没有？嘿，赢了我就把那只烛台送给你，怎么样？不论哪个时代，不同的光源都在执着地从黑暗手里守护人类。石蜡、火油、电灯，这个烛台也是，所以我才留着它。你不觉得我们很像吗？我做不到是什么意思啊？你别小瞧我了，所有书都是这么写的。人类一旦有了想要守护的东西，就会强得天下无敌。嘿，等着瞧吧，我证明给你看。7、8、9，回头。致过路的强大的龙女。出生的龙在望向星空的时候，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找到它，属于它的不朽一定也亮闪闪的，美丽、鲜活、隽永，同宇宙的混乱与无序背道而驰。它应该就在那里，可是看看谁被抓住了。当您看到这里，当您听到流言，当你再次来访的时候，我一定已经辞别这个世界很久很久了。好短暂，只是疏忽、须臾、刹那，只是回过头的一瞬。这样的生命，怎么可能蕴藏抵达不朽的可能性？我不理解。1、2、3，小骑士；4、5、6，抬起头。星际旅行啊，真是让人羡慕啊！聊了这么久，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我叫希娜迪亚，你呢？我知道，所以我才来请求你的帮忙。只是，这对你不公平。我不知道我们需要多久才能找到一颗合适的星球。娜娜，总有一只萤火虫会告别战火弥漫的焦土，飞上高高的天际，成为寰宇之中自由而闪亮的星星。7、8、9，跟我走，你是我的好朋友。娜娜，这个游戏的诀窍就是出其不意，趁其不备。小蕾拉也来，听好了哦，回头要快，要刷的回头。当然啦，接近也要快，靠近的时候蹦蹦。哎，是这样吗？先藏起来，然后刷的出现。邦邦，不要了，这么形容感觉是在敲打什么一样。虽然娜赫拉变成龙的时候后背是很硬，没错。哎呀，小脑袋想到哪里去了？当然不是，是胜利的邦邦声啊。要是像小蕾拉说的那样做，像是在敲门啦，那就要说些敞开心扉的话了呢。好期待呀！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啦！小蕾拉上当啦！出声的话，娜娜就知道你藏着的方位了，她回头就会立刻锁定你的位置，很危险哦。啊，原来是这样吗？啊，娜赫拉，好狡猾！ 1、2、3，小骑士；4、
4、5、6，牵着手。好，有破绽。这次是希纳迪亚的胜利哦。希纳迪亚好厉害！娜赫拉，你刚才是不是发呆了？原来这次胜利的原因不是我的实力，而是运气嘛。算了，赢了就是赢了嘛。没错没错，赢了就是赢了嘛。笑什么啦？娜赫拉，你要是不服气，那我来陪你再玩一次。7、8、9，不松手，我们永远做朋友。是啊，只有他们是特别的，无论多少次回过头，他们都在那里，不会在瞬间里凋谢，不会在顷刻中消逝。希纳迪亚曾经是人类，是一片栽龙望维的鳞片所造就的悲哀的奇迹。小蕾耶拉是希纳迪亚照顾的孩子，因此也是人类的孩子。时间缓慢地在他们身上流淌，如此偶然的，恰好的契合于龙的感知。于是星龙得以窥见一个居于疏忽的生命轨迹，构成它的一切究竟是如何在一个刹那之中共同诞育生的意识，又是如何萌发的充满生趣，如人一般鲜活，像龙一样永恒。我以为总能在龙的漫长时光里看见它长大的样子，它大概是一个温柔又安静的孩子，在某些时刻又恍惚间能看见希纳迪亚的影子，就像真好吃。希纳迪亚给的，当然好吃。这样的2张幸福的脸放在一起，真是太可爱了，心都要融化了呢。娜娜，快过来看。娜娜。已然到来的并不只有黑暗，还有光。这一次回头的瞬间，似乎看见了我最喜欢的小花苗最有精神的样子。哪怕我们不在了，它还是会长得那么好，亮晶晶，亮闪闪的，多漂亮啊！一条独行寰宇的龙，为什么甘于将自己囚囿一隅？我想，我已经得到答案了。为大图书馆收集馆藏的第1天，我找到了一个故事。恶魔蒙蔽了一位智者，将永恒的时间作为筹码，与其立下约定。若他永久追寻世间的美丽，光阴将永不衰败；若是单溺于片刻满足，就要将生命断送。智者行遍天下，见证无数闪耀的美丽被摧折销毁，直至双目失明，对幻想之中的渺茫光亮心醉神迷。我讨厌这个故事，讨厌似乎被故事束缚住的自己。现在我依旧讨厌这个故事，因为智者在那一瞬间看见的不应当是幻想。我希望，我相信，它原本就是如此美丽。如果有别的龙途经此地，在龙的巢穴之中驻足，探问这场漫长旅途的尽头，是否只是为了一个人？是啊，星龙会回答他。是为了一个人，即使不是现在，而是遥远的未来。即使是为了从偏执与痛苦中拯救我们孤独的孩子，星龙也乐于奉上龙翼最后的力量。于一条龙而言，横亘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不过是须臾片刻。那么，
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抱着高度幸福的预感，现在享受这一瞬间。那时就给我套上枷锁，让时针停止，命运垂死。这么说，寻梦者练了个通宵，就直接去汇合地点了。唉，昨天没睡多久，脑袋本来就晕。友情提醒，你现在很像，不对，你就是一个邪恶的催眠钟摆。待会儿我就睡着，让你把我背过去。克拉丽，我们自己的家训强度已经快赶上天命的最高标准。寻梦者反而在这种标准之上继续给自己加码，他的状态很让我担心。在倒计时重启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更专注、更刻苦、更凌厉，这很好。可我的脑海里总会有不安的念头冒出来，像这样不甘心的想要抓住每一根稻草的心情，我曾经经历过，所以我更加害怕他是在不计代价的消耗自己。如果我说自己一点不担心，那肯定是假的。你知道的，我最提倡。赶快接上。最提倡打架之前先睡饱。既然你也这样想，我们商量下安抚情绪的话术吧。你也知道的，我不太擅长这些。把你刚才说的话再原封不动地分享给寻梦者怎么样？那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待在这里就更不能了。走吧走吧，答案可以在路上想。这次就让赫利亚同学带路。真是的，以前哪次探索新区域的时候不是我带路？赫利亚同学，你也是。蜀影区，蜀影区，话说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感觉有点拗口。蜀影出分地，暗色始成光。哼，被我抓到没用功背书了吧？只是我败了。我还以为你会说我拿地球的书来解火星的题呢。这不是被你抢先了吗？不过说起来，给一片见不到日光的地方起一个满含希望的名字，也很像希娜会有的想法呢。是啊。克拉丽似乎没什么心思开玩笑。虽然海啸已经结束，但裂隙还是会不时出现。记得提醒裂隙特工队，不要在日常巡查中漏掉蜀影区。到此为止。还是晚点再提醒吧。在我们回来前，他们不能靠近这里。调小功率，调小功率。倒计时。再小就发现不了了呀。我好像幻听了。今天蜀影区临时封闭吧？可能是误入的居民，要快点，那附近有裂隙。还有怪物！看我！等等，是我们啊！
什么同级友军行为啊！两个未来之花的未来和地府的命运差点被我一炮毁了。幸好你出手及时，谢谢你，莉亚。其实刚刚本能的反应是一脚踢开游云手里的武器，还好理智拦住了我。如果控制不好，力道踢坏了，他一定会哭吧？不客气。你是来为寻梦者送行的吗？当然，寻梦者就学着8岁的克拉丽留了个字条，说什么再见了老师，今早我就要出战，居然不叫醒我，我可是他的老师哎！就算没本事真给那条臭龙来上几炮，好歹也要送送学生啊。不过，他没有和你们一起吗？大家都在分头训练，也就是晚上休息和早上出发时能碰个面。啊，今早是例外。居然连字条也没给你们留啊！说到这个，末日特工队还是轮班制陪练呢。他倒好，以为自己左右手交替发力就是轮班了。唉，多的也不说了，走吧，让我们和莉亚走前面。确实，考虑到这里仍然存在裂隙，还是让战斗人员开路吧。不是啦，是我走得急，忘带地图了。我能冒昧的问一下游云老师，在这迷路了多久吗？啊哈哈哈，那可太冒昧了！哈哈。在想什么？在探路前，我以为只有一条路能通向终点，但走过之后却发现，道路彼此交汇，我们甚至能遇到从其他岔口迷路而来的游云。当然，相遇的前提是我们为同一个目标迈出了第一步。你说的对，答案可以在路上想，因为它会自己跑出来。还挺会说的嘛，和莉亚同学。那你在想什么？在想，不对，我能想什么？克拉丽绝对在想些乱七八糟的事了。待会儿见面能不能不提迷路的事？如果是你一辈子的请求，那我会认真考虑一下。当然是。怎么还有裂隙？你会喜欢的。哎，平常心，这也是地风人生活的一部分。呼叫炮火掩护，别走神了，各就各位，一起来，游云。是，交给我吧。说说你的战术。万事俱备，只欠游云。逃不掉。你这最小功率的威力还是有些恐怖啊！哎，回去我会改进一下。跳箱子，哎，那赫拉不是节能主义龙吗？为什么偏偏要在蜀隐区这种偏僻、走起来还麻烦的地方开传送门？或许，纳赫拉认为这是他和我们之间的事，没必要波及无辜。嘿，瞧他想的，你们三人和蕾耶拉就不是无辜了。你们看，那是谁？寻梦者姐姐，我是来加入你和希娜姐姐的。没关系，斯拉，我并不介意你加入我和希娜。事实上，我还想看更多你写的故事，特别是小狮子和小鹿的。假如某天，小狮子突然变成了未来的大狮子，小鹿变成了过去的小鹿，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他们再次相遇了。你觉得？不行，不能用写故事的状态和姐姐们交谈。一旦那样做，
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让我忍不住想象新的故事。他在干嘛？练分身术？为了和自己憧憬的人好好讲话，提前预演谈话内容吧。哦，你怎么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哦，那走吧，我去给他当亲友团，你请你那位朋友传授一下经验。小狮子和小鹿，原来星之子前传是你写的呀？那你一定是教寻梦者通过匣子生成梦境的另一位老师，瑟拉佩摩。游云。前2天时不时就能听见寻梦者嘀咕你的名字，但我还是第一次见你。如果瑟拉也是来给寻梦者送行的，怎么不和我一起出发呢？我今天本来想试着邀请游云，可你那时睡得正香，寻梦者姐姐也是因为这个才给你留了字条。我那是在养精蓄锐啊。好了，既然人都到齐了，咱们这就……等一下，瑟拉同学的预演不是被我们中途打断了吗？不用多准备一下？已经够了。陪练的时候，每当我想跟寻梦者姐姐悄悄说些什么，预演就会被更热情、更想要关心她的末日特工队队员打断。一开始我还有些手足无措，但渐渐的，我好像习惯了，沉浸在内心世界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到现在，我反而有点期待被大家打断，因为那个瞬间很特别，它会让我觉得，即便我的心绪经常溜到另一个世界，我也始终和大家生活在一起。啊，我理解，这就是生活的实感嘛。和蕾耶拉待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也会暗自期待她什么时候突然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们一起思考，一起想不出来，然后又一起买冰淇淋吃，犒劳虽然想不出来，但还是努力想了的自己。那赫利亚呢？不是你说可以把我们说的话再原封不动的分享给寻梦者吗？当然，我会分享升级版的想法。怎么回事？连赫利亚都不需要再准备一下吗？这有可能是最后的战争哎！如果不幸运，在他之上，甚至还会爆发更糟糕的事。我从没怀疑我们的能力，但我还是有点紧张，紧张于自己一时没办法控制这样的情绪，也紧张于自己有可能让寻梦者更紧张。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是我先霸占了紧张的席位，你才不得不担当气氛调节者。可惜路上我想通了，你却……好了啦，这下所有人都知道了。克拉丽姐姐，我在很多人的心里都听见过类似的声音。我很爱你，我很担心你，我不想让你勉强，我不想失去你，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我想说不出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话很沉重，沉重到大家忍不住担心，一旦说出口，听到他的人就会被他拴在原地，寸步难行，反而无法循着话语本身期望的方向大步前进。我无比希望每个人都能心意相通，可是我逐渐觉得，有一些话未必需要说出口。游云说起和蕾耶拉姐姐吃冰淇淋的时候，克拉丽姐姐和赫利亚姐姐讲话的时候，希娜姐姐和寻梦者姐姐手牵手的时候，你们的眼睛都亮亮的，心声可不会绽放出这样的光芒哦。说真的，瑟拉老师，你还介意多我一个学生吗？希娜，我想委托你替我暂时保管寻玉手记。在这种情境之下，我突然有点不想答应呢。
我记录了一些唯独不能给希娜看见的东西，但我知道希娜一定会按捺不住好奇偷看，所以我们会赶在你偷看之前，带着小蕾耶拉和与我们达成和解的纳赫拉回来，这样呢？这还差不多。地风的神明怎么能这么好说话？不行，我要加倍。我们会赶在寻梦者打下一个哈欠之前回来，然后逼着他狠狠补觉。我完全赞同。你们，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知道就好。那你要怎么表示你的歉意？既然大魔王克拉丽女士和她最强大的骑士赫利亚小姐都这么说了，我也只好老实照做，否则就要在福池广场推销100杯好喝的咩咩么么好喝的呼呼茶。好好好。那我就罚寻梦者姐姐在地风大图书馆读你们那天没有读完的故事。这个不行。既然希娜姐姐和寻梦者姐姐不喜欢，那我重新说一遍吧。这一次不是玩笑，而是我发自真心的祝福。寻梦者姐姐，无论发生什么，请永远追随你此刻内心的声音。回来时，你一定会再听到它，我保证。故事的结局并非只有好与坏，你的身上从没有背负什么完美结局的使命。去选择你认为对的路，累了就像放学那样，和同学们轻轻松松的回来。我不会做饭，但我可以请你们大吃一顿。那我也只能让游云老师做好破费的准备了。你是我的蕾耶拉，更是大家的寻梦者，所以要和克拉丽赫利亚一起平安回来呀。去做你想做的一切吧，为了使你不再失去，这一次我一定会。就是这里了。这里真的是纳赫拉的家吗？怎么会变成这样？嚯，一进来就是红色形态啊！那我们有的打了。书上说，内心的混乱会投射到房间的秩序上。纳赫拉虽然有些懒，但很爱干净，可想而知他现在有多么煎熬。这段时间，我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最终要面对的是蕾耶拉，那他为什么不亲自下场，偏偏选择了纳赫拉？巧了，我也在想，我还想出了2种答案。你呢？我也是。第一种答案是不想。在回溯梦中，蕾耶拉特意捏塑了另一个形象，以回避和希娜的正面对峙。而纳赫拉的绑架信中，也特意强调，只要希娜在场，惩罚就会升级。我现在无比赞同你那犯错怕被妈妈骂的结论了。既然这么怕被妈妈知道自己是坏孩子，不整坏事不就完了吗？唉，这都什么人啊！所以第2种答案是不能。没错，他第1次出现是为了阻止维塔毁灭善区的恶劣行径，第2次现身，则是因为我们不按他规划好的路线，一路跳关，直到抵达最初的善区前。倘若追溯至更早的时刻，譬如我在回溯梦中经历的亿万年，他甚至没有1次出现在希娜的面前。我想，这寥寥可数的现身次数，已足够证明这一点了。身为神明的他，或许并不像维塔在和希尔前辈交手时那样全知全能。呵呵，咱们糟糕的未来一下又好起来了。那我就姑且认为维塔是故意消失的吧。我希望如此。如果不想与不能的猜测都无误，一个强大且值得蕾耶拉信赖的人，自然会成为践行他意志最好的代行者。蕾耶拉越是不想，越是不能，
我们越要竭尽全力逼他下场。不过，这场战斗中最大的变数还是纳赫拉，没有人能保证他一定是接受了系统外的蕾耶拉的操控，而非凭借自己的意志与我们战斗。我算是你们之中和纳赫拉最熟的人了。在接受不朽的试炼时，我看到了他对过往无尽的懊悔与歉疚，所以无论现在的纳赫拉选择了哪一条路，我都能够理解，哪怕他与我们对立。于蕾耶拉而言，这是一场势在必行的狩猎；于我而言，都准备用出如此激进的手段了，竟然还在担忧这种事。欧夏与廊丘的经历还没有使你理解伪物的极限吗？好吧，那阿杰塔博士就用最简单的话给你信心。凭借系统涵盖的可能性，由他推演的预知梦将无限接近于真实。于我而言，这仍是必须抓住的唯一机会。解灵的方法就在祭灵人的手中。那咱们就好好干。蕾耶拉之间亦有差别，更何况我方的蕾耶拉已经掌握了破局之法，你不会带我们打没把握的架。总之，大家都要留心，尤其是你。利托斯特曾对你造成过实质性的伤害，这次纳赫拉很可能会被赋予同样的能力。小问题，我上次就是在这复活的，大不了再死一次才怪。我会小心，你们也会时刻盯住我，对吧？当然，我绝不会再让那种事发生。果然有埋伏，这些怪物不会是纳赫拉的收藏吧？差点准头，正好，试试游云改装后的装甲。祭扫，收，左上右下，哼，防得住吗？就算作战前加训吧。没问题，速战速决。哼！你们看天空。啊，你在想什么呢，纳赫拉？别担心，凭借这段时间的训练，再加上游云帮忙改装了的装甲，我现在能够在系统里更长久地维持这样的姿态了。哼，只可惜他对我的装甲暂时没找到改装的头绪，害我只能节衣缩食，留足能量。回去之后真得好好吃一顿游云老师请的大餐了。没关系，待会儿你会有很多表演时间。当然，这次还有新的登场姿势。他的力量正在逼近，哼，想直接开打吗？我不介意。怎么回事？我明明感受到装甲的力量在涌动，为什么用不了？倘若希纳迪亚出现，我会很苦恼。好在你们遵守了约定。作为奖励，我给予你不必设身此战的权利。你是怕3打1自己打不过，才非要来这一出？龙不喜欢为命力争斗，我想，克拉丽也不会喜欢。那是你对我最大的误解，我超爱打架的。喂，你到底解不解开？交给我吧，我会尽快解除束缚你力量的东西。纳赫拉，我不想跟你绕弯子。如果你知道末日倒计时因你再度流转，愿意就此收手放了小蕾耶拉，我们可以不究既往。如果你仍要以命力探明我们的本貌，我们也乐意奉陪。可我唯独不能接受你再借此催生更大的恶果。看来吾已不必留情了，毕竟扪心自问，他所言并无差错。只要献祭一人的性命，便可使神明归来，落星重光。面对这样合宜的交易，吾又何须犹豫？是时候收尾了。汝之长梦，就让吾亲手做结吧。处刑开始。
人类，执着于渺不足道的虚像，为何独独不愿承认？你我亦在其中，目睹灾祸、梦魇、苦厄，伟业尽毁，仍不自量力的认为自己的路便是正确，便是唯一。区区人类，被痴妄蒙蔽的眼，当由晴光照彻。他去哪儿了？在我的领域，他无所遁形。只能坚持这点时间吗？吾即是不朽。你可别忘了，我的陪练对象也有翅膀。你确定要用同一个招式对付女武神？死于幻身的怀抱，亦是独属空梦者的浪漫。留心他们的动作，将动作找错了吗？果然是他，干得好，寻梦者！你们似乎适应了节奏。冷静，进攻前一定会有破绽。区区人类，如此拙劣的把戏，还要用到什么时候？我的隐喻被错谬的存在必须抹除。僭越者，那你的错误就是把大魔王克拉丽女士关在外面。来了，比预想中还要快。当然，寻梦者向来说到做到。愿以真实之痛，似如永恒长夜。不惜用这样的代价，也要消灭寻梦者吗？永远固身于此。小心，有什么在逼近！寻梦者，力量恢复了吗？当然。一鼓作气，从缺口冲出去。寻梦者，你还能撑多久？放心吧，这次一定畅行无阻。如此也好，如应献上一切。结束了吗？不对，快躲进我的隐喻！
克拉丽！我说过，我绝不会再让那种事发生。你竟敢！纳赫拉！逃不了的，小磊耶拉。来吧。又是这样，一定要牺牲同伴，才能取得一场胜利。不，我绝不接受。契约的冰装，于此回应召唤。你还要再继续吗？就是现在！给我睁开你的眼睛，胆小鬼！希纳迪亚，希纳迪亚，不，这不可能！以至纯之影为平一，希纳迪亚的光绝无可能再度熄灭。可在一切的开始，又是谁向你许诺过？只要如此，定能实现死而复生的奇迹。希纳迪亚，这不是我要走的路，也不是你的，更不应是千千万万个洛星人的。就此停下，还来得及。真的？真的，还记得吗？你答应过我，要帮我实现我对你许下的愿望。我要永远做我自己，永远快乐的生活，永远自由的成长，哪怕在我对你做了那些事之后，你也会对我笑吗？我会的。希纳迪亚，我从没有像此刻这般悲伤过。如果你没有来就好了，如果你没有发现真相就好了，你就可以永远做你想做的事，不必为任何事烦扰，享受你应得的自由和幸福。我知道你的心意，我一直都知道。谢谢你为我做过的一切。但与此同时，我也从没有像此刻这般喜悦过。我果然敌不过你，希纳迪亚。你总是能看穿我的所有行动，将我为你设下的众多桎梏一一挣脱。你永远都出乎我的意料。希纳迪亚，你果然是完美无缺的。我很高兴能在最后的最后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你比任何人都了解我，
我也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所以这场破釜沉舟的赌注才有价值。希纳迪亚，我知道我做什么都困不住你。那么，他呢？如果寻梦者和洛星只有一方能拥有未来，希纳迪亚，他会希望你怎么做？